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过情关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浣碧背叛甄嬛被抓包之后，曾对甄嬛说过这样一段话：我不是故意要害你和爹爹的，我也没有想过要与你相争。曹贵人说过，皇上那么喜欢你，就算知道你有什么错处，也不会深责于你，顶多幽禁10天半个月。那么浣碧说的这段话真的可信吗？胖妮个人认为并不可信。曹贵人的确有可能对浣碧说过这段话，但从浣碧投靠曹贵人之后所做的事上来看，他的初衷并不是将甄嬛幽禁10天半个月，换取自己被举荐的机会，而是要置甄嬛于死地，从而取而代之。剧中有这一个场景，皇上前脚刚和甄嬛说想要恢复华妃的协理6宫之权，被甄嬛劝阻，后脚华妃就得到了消息，对甄嬛恨得咬牙切齿。皇上和甄嬛说话的时候，只有刘珠、浣碧、锦汐、小允子和佩儿在场。后来这几个人中，只有浣碧被证实与华妃团队来往密切，也就是说，这件事是浣碧告诉曹琴墨，曹琴墨再转告华妃的。如果浣碧不是真的想要害甄嬛，而只是想用情报来换取自己承宠的机会，那么他对华妃团队一定会有保留。像这种鲜有人知的事儿，他不说，华妃就不会知道，也不会追他的责。从实际情况来看，浣碧对华妃团队表现得未免太殷勤了些，连皇上和甄嬛的私密话都要如实相告。浣碧之所以对华妃团队表现得这样殷勤，对于告密的内容能做到事无巨细，是因为他早打算好要彻底背叛甄嬛，投靠华妃，从来没想过这件事还有回旋的余地。作为后宫妃嫔，才貌差些，情商低些，性格内向些，顶多不受宠，倒也不至于激怒皇上被处死。但是钟情于其他男子，谋害皇嗣这2件事却是万万不能碰的。我们来看浣碧在投靠华妃团队之后所做的事儿：一、向曹琴墨告密。皇上最初假扮果郡王和甄嬛约会，并且配合曹琴墨在甄嬛去往勤政殿的路上猛夸果郡王，激发甄嬛的好奇心。二、擅自从御膳房拿木薯粉，帮华妃团队套路甄嬛，企图给甄嬛安一个谋害公主的罪名。三、向华妃团队告密，甄嬛假扮宫女，违抗圣令，私自探望眉庄。这3件事儿，任意拎出一件，都够让甄嬛栽跟头的。尤其前2件，如果不是甄嬛够聪明，能在险境中求生，恐怕早被害得万劫不复。这样狠辣的手段，哪里环顾半点姐妹情分？浣碧的真实想法应该是借华妃团队之力斗垮甄嬛之后，自己取而代之。剧中有个场景最能说明这一点：中元节早上，甄嬛陪皇上吃饭，当她把1碗豆浆递给皇上的时候，浣碧半路截胡，说：“我来。”表面上来看，浣碧此举是为了显摆自己打扮的美，引皇上注意，求皇上夸奖。实际上，这是他的一次试探，试探皇上是否能够接受自己代替甄嬛伺候他。当皇上说浣碧绿衣配红花，着粉鞋，太过俗气的时候，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。皇上的不认可让他意识到取代甄嬛这条路并不那么容易走。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，浣碧已然不能回头。之后的他再次递出甄嬛即将探视眉庄的消息，出卖了甄嬛。与甄嬛把浣碧抓包之后顾念姐妹情分而宽恕她不同，浣碧从投靠华妃团队那一刻开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置甄嬛于死地。因为浣碧不通诗书，又没有才艺，想要上位能依靠的只有外貌上和甄嬛的几分相像。如果甄嬛不从后宫消失，浣碧这个高仿哪有机会取代正品？也因为甄嬛太聪明，聪明的让浣碧害怕，如果没能将她彻底斗垮或斗死，浣碧余生必将惶惶不可终日。基于这2点，浣碧在谋害甄嬛的过程中，一心想要让甄嬛死，所以才会配合华妃团队，用果郡王和温宜公主做文章，招招致命。甄嬛不是看不透这一层，她也不会轻信浣碧被抓包之后那些唬人的鬼话。他对浣碧之所以选择谅解，一是因为顾念父亲，二是因为有十足的把握控制住浣碧。其中第2点更为重要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丑态百出的浣碧
真是可恨又可怜。曾有小主留言说，浣碧和《如懿传》里头的阿若很像，唯一的区别就是甄嬛原谅了浣碧，如懿亲手了结了阿若。胖妮个人认为区别有二：第一，浣碧想算计甄嬛但没成功，她那点算计在甄嬛眼里就是小儿科，甄嬛有把握能控制住她，但阿若可是实实在在让如懿进了冷宫受苦。第二，浣碧是甄嬛的亲妹妹，甄嬛要考虑父亲的感受，阿若只是一个仆人，如懿完全没有义务对她好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